咱们县的高考状元录取京城大学的是林婉清。前世村支书刚念完喜报，表姐就拿着一封举报信跪在地上，哭诉我偷了她的复习资料，甚至在考场上作弊。而作弊的铁证就是我贴身衣兜里缝着的一张缩印小抄。我下意识看向我的亲生母亲，那件衣服是她昨晚以防贼为由亲手给我缝的衣兜。可母亲却冲上前，一把扯开我的衣服下摆，将那张小抄抖落在全村人和招生办领导的面前，成了定死我的铁证。母亲压低声音，语气冷酷：小云爸妈走得早，我发誓要供她出头。你是我亲生的，以后随便找个纺织厂上班就行，这大学名额就当替娘还恩了吧。我被当场取消成绩，全村唾骂，绝望之下投了河。而表姐却顶替了我的状元成绩，去了京城风光无限。在睁眼，我竟然回到了1980年，招生办下乡发通知书的前一天。村头的大公鸡正扯着嗓子打鸣，晨光透过糊着报纸的木窗棂，斑驳地洒在土坯房的泥地上。我死死抓着身下的粗布床单，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我猛地睁开眼，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额头上满是冷汗，没有冰冷刺骨的河水，没有全村人指着鼻子骂我作弊贼的唾沫星子。墙上的月份牌清清楚楚地印着1980年8月15日，我重生了，回到了省招生办下乡发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前世脊梁骨被亲生母亲戳断的痛楚仿佛还渗在灵魂里。我颤抖着手，一把摸向床头那件衬衫，右边的衣摆内侧有一块针脚细密的补丁，那是昨晚我的亲生母亲刘翠花以去县城领通知书怕招为由，点着煤油灯亲手给我缝上的暗斗。我咬紧牙关，找来剪刀，毫不犹豫地挑开了那排细密的针脚，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张折叠的四四方方、密密麻麻写满缩印理化公式的小抄。就是这张纸。前世当村支书念出我的名字时，表姐赵小云跳出来举报我作弊，而我的亲生母亲冲上前，一把撕开我的衣服，将这张小抄抖落在全村人和招生办领导的面前，成了定死我的铁证。为了一个外人的前程，我的亲生母亲竟亲手伪造铁证毁我一辈子，逼着我背着作弊的千古骂名去死，好让赵小云顺理成章地顶替我的成绩去京城。这一次谁都别想再踩着我的血肉上位。我冷笑一声，划着一根火柴，看着那张小抄在搪瓷盆里化为灰烬。随后我从桌上捡起一张赵小云昨天扔掉的废弃错题纸，重新叠好，塞进那个暗兜里，用针线原样缝合。刘翠花、赵小云，你们的死局该破了。我穿好衬衫，推开东屋的木门，院子里赵小云正坐在小板凳上抹眼泪，手里死死攥着一本边角磨损的数理化自学丛书。那是我熬了无数个大夜，一字一句做满批注的复习宝典。在那个复习资料比肉还金贵的年代，这套书是我好不容易从废品收购站淘来的命根子。小云，别哭了，舅妈看着心疼。母亲刘翠花正心肝宝贝地搂着她，一边替她擦眼泪，一边转头狠狠瞪向刚出门的我。林婉清，你个死丫头还知道起来！你明知道你表姐身世可怜，没爹没妈，这次考得又不如意，你还不把这套书让给她复习，明年再考，非要惹她伤心你才甘心。我迎着母亲嫌恶的眼神走上前，一把从赵小云手里将书抽了回来。表姐既然考得不如意，就该知道自己脑子笨，看再好的书也是白搭。我语气平静无波，拍了拍书皮上的灰尘。这书是我自己淘来的，我自己做的笔记。母亲既然心疼表姐，大可以拿家里的鸡蛋去供销社给她换新书。母亲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我是你妈，这家里的一针一线都是我的，我想给谁便给谁，你个白眼狼，还有没有点做妹妹的气度？赵小云眼珠一转，立刻装出委曲求全的模样，拉住刘翠花的袖子，哽咽道：舅妈，别怪表妹，表妹成绩好，自然看不起我这个孤女，我没爹没妈护着，这辈子也就是个下地干农活的命。小云莫哭，有舅妈在，舅妈绝不让你受委屈。刘翠花心疼地抱住她，恶狠狠地指着我：林婉清，你给我等着！我冷冷地看着这两人表演，一言不发地转身走出院子。抢一本书算什么？你们连我的人生都想偷走，只是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迟早要加倍还回来。今天是公社发榜的大日子，我刚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变故陡生，不知是谁家的手扶拖拉机没拉好手刹，顺着村口的黄土坡，像头疯牛一样朝着赶集的人群直冲下来。人群惊呼四散，背着背篓的大娘吓得跌坐在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穿着挺阔白衬衫的高大身影如猎豹般从人群中冲出。他身手极其利落，几步跃上拖拉机的车斗，猛地拉死制动杆，死死把住了方向盘。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拖拉机在距离人群不到半米的地方堪堪停住，扬起漫天黄土，尘埃落定。我被惊慌的人群挤得一个踉跄，险些摔倒，一只骨节分明、
强有力的手稳稳地抓住了我的胳膊，将我拉了起来。同志，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我抬起头，对上一双深邃冷峻的眼眸，眼前的男青年剑眉星目，气质沉稳摄人，一看便不是乡下糙汉，正是省招生办派下来的年轻干事，京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沈燕。多谢同志出手相救，我没事。我站稳身子，不着痕迹地推开半步。沈燕微微颔首，目光却无意间扫过了我衬衫右下摆的位置，那里因为刚才的拉扯，露出了干瘪平整的衣兜。她似乎并未在意，转身去帮村民扶起散落的箩筐。我心头微定，天赐良机，沈燕此刻已亲眼见过我衣兜里空无一物，这便是我今天最稳的底牌。上午10点，大队部的广播大喇叭滋啦滋啦地响了起来，全体社员请注意，省招生办的领导下乡发喜报了，全都到大队部门口集合。大队部的土操场上被围得水泄不通，老村支书红光满面地站在土台子上，手里捧着一张大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手都在哆嗦。沈燕和几位招生办的干部坐在旁边的长条桌后，神色庄重。刘翠花拉着赵小云挤在最前面，赵小云满眼都是掩饰不住的贪婪与狂喜。乡亲们，咱们老林家沟祖坟冒青烟了！老支书激动的嗓子都破了音。1980年，咱们县的理科高考状元出在咱们村，录取京城大学的是林婉清。全场鸦雀无声，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人群瞬间沸腾了。乡亲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纷纷转头寻找我的身影。且慢，一道尖利刺耳的尖叫声骤然划破了欢呼。赵小云从人群中冲出，扑通一声跪倒在招生办领导的桌前，泪如雨下，手里高高举着一封信纸。请领导明察，林婉清品行败坏，她根本不配上京城大学。全场哗然，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在我们2人身上。老支书脸色一沉：赵小云，你发什么疯？这可是省里发下来的喜报。赵小云浑身发抖，眼底却藏不住恶毒的狂喜。我不敢胡说，林婉清在家里偷了我的复习资料。不仅如此，她还在高考考场上作弊。这封举报信里写得清清楚楚，她把缩印的小抄缝在了衣服的暗兜里，带进了考场。此言一出，满场震惊。在那个年代，高考作弊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要被全县通报，彻底毁掉前程的大罪。这怎么可能？婉清平时成绩就拔尖啊，这要是真的，那可是给咱们村抹黑啊！我冷眼看着他演戏，上前一步，语气铿锵：表姐既说我作弊，凭什么认定小抄就在我身上？赵小云猛地抬手指向我，咬牙切齿：因为你身上现在穿的这件衬衫右下摆就缝着那个暗兜，那小抄就是铁证。周遭议论声陡然拔高，众人看我的眼神瞬间染上怀疑。就在这时，我的母亲刘翠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她脸上挂着大义灭亲的痛心首级，双目泛红，走到土台子中央。领导啊，我虽然是婉清的亲生母亲，但我也是个觉悟高的社员，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犯下这种大错。刘翠花痛心疾首地指着我，声音凄厉：昨晚是他拿刀逼着我，让我给他缝的那个暗兜。林家出此逆女，我无言求情，请领导取消他的成绩，把这个名额让给平时真正刻苦学习的小云吧。全村人瞬间炸开了锅，亲生母亲当众指证，此事还有何可疑？鄙夷、嘲讽、唾弃的目光如利刃般朝我袭来。亲娘都出面作证了，肯定错不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白瞎了那么好的脑子，竟然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我死死盯着刘翠花，即便早已经历过一次，可再次听见她为了赵小云的前程，毫不犹豫地将我推入深渊，我心中依旧恨意翻涌。妈，你若想让表姐上大学，直言便是，可你为何要如此不择手段？为了一个外人，你竟伙同他伪造铁证，要毁我一辈子！我是你亲生女儿啊！我眼眶微红，声音却异常平静：死丫头，自己做出丑事还敢狡辩！我今天就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刘翠花怒喝，猛地冲上前，一把揪住我的衣摆，伴随着布料撕裂的声音，我衬衫右下摆的暗都被她粗暴地扯开。领导，你们看，这就是他作弊的纸条！刘翠花兴奋地将暗兜里的一张纸团掏出来，高高举起，仿佛举着胜利的旗帜。赵小云也在一旁激动得浑身发抖，仿佛已经看到了京城大学的校门在向他招手。沈燕站起身，眉头微皱，大步走下台阶，从刘翠花手里接过了那张纸条。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宣判。沈燕缓缓展开那张纸，目光扫过上面的字迹，原本冷峻的脸色突然变得有些古怪。她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看向赵小云：
赵小云同志，你确定这是林婉清作弊的小抄？沈燕的声音不高，却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压迫感。千真万确，那上面全是理化公式。赵小云急不可耐地喊道。沈燕冷笑一声，将那张纸猛地拍在桌子上。这上面确实有公式，不过是一道连初中物理都算错的错题，而且这纸上的字迹歪七扭八，与林婉清同志那份堪称印刷体的满分试卷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刘翠花如遭雷击，面色惨白。我冷笑一声，走上前，拿起那张纸，展示给老支书和众人看。大家看看清楚，这纸上写着赵小云3个大字，这分明是表姐平时做错的草稿纸。表姐，你连陷害我都舍不得用张干净纸吗？不可能，绝不可能，明明是缩印的。赵小云失声尖叫，满眼不敢置信。话说到一半，她猛地捂住嘴，却已经来不及了。哦，你怎么知道本来应该是缩印的小抄？沈燕目光如剑，直逼赵小云。贼喊捉贼，构陷高考状元，意图顶替大学名额。赵小云，你的胆子连执法厅都装不下。沈燕转过头，看向瘫软在地的刘翠花，声音冷厉。刘翠花同志，你身为生母，不护亲女，反倒帮着外人做伪证，陷害国家栋梁。你们这等恶劣行径，我会如实上报相关部门。扑通一声，赵小云彻底瘫倒在地，面如死灰，浑身抖如筛糠。刘翠花更是双腿一软，跌坐在黄土地上，在全村人鄙夷唾弃的目光中，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原来是这母女俩联手陷害，真不要脸！为了抢大学名额，连亲闺女都要逼死，把这种坏分子赶出咱们村。老支书气得浑身发抖，重重的一拍桌子。好啊，好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从今天起，扣除赵小云全年的工分。刘翠花，你再敢作妖，我就上报公社把你抓起来。老支书转过身，双手颤抖着将那封大红色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塞入我手中，眼中满是疼惜与骄傲。婉清丫头，委屈你了，你是咱们全县的骄傲，去京城好好念书。我紧紧攥住那张薄薄的纸，感受着它沉甸甸的分量，转头看向面无人色的赵小云与刘翠花，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这事欠我的，我必一一讨回。属于我的80年代才刚刚开场。拿回京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林家的土坯房里安静的可怕。我坐在西屋的煤油灯下，借着微弱的黄光，细细抚摸着通知书上鲜红的印章。门外传来一阵刻意压低的脚步声，紧接着木门被推开了，母亲刘翠花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面条走了进来，她脸上堆着僵硬且讨好的笑，眼角却还残留着白天在全村人面前丢尽脸面的阴郁。婉清啊，白天的事是娘糊涂了，听了你表姐的挑拨。刘翠花将面条放在桌上，搓了搓粗糙的手。你考上状元，娘心里也是高兴的，来，趁热吃。我没有动筷子，只是冷冷地看着她。妈，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有什么话直说吧。刘翠花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抹着眼泪在床沿坐下。婉清，你表姐今天被扣了全年工分，名声也毁了，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抬得起头啊？你脑子聪明，明年再考肯定还能中状元，不如你去公社招生办开个急性肝炎的病例，办个退学，把这个京城大学的名额顶替给你表姐吧。在80年代初，档案管理还不像后世那么严密，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暗箱操作，在偏远乡镇并非没有先例。我气急反笑，将那碗面条重重地推开，汤汁溅在了糊着报纸的桌面上。妈，为了赵小云，你还真是殚精竭虑啊！白天造谣我作弊不成，晚上就来逼我让出名额。且不说现在省里查得严，就算能顶替，他赵小云一个连初中物理都及格不了的草包，去了京城大学能听懂什么？你就不怕他被学校开除，连累我们全家坐牢？我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刘翠花见软的不行，立刻暴露了本性，猛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死丫头，怎么说话呢？我是你妈，生你养你，让你让个名额怎么了？你表姐要是去了京城，以后能拉拔咱们家，你一个丫头片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要嫁人？要嫁人你去嫁，反正我是不嫁。这大学我上定了。我一把将录取通知书锁进抽屉，钥匙贴身收好，眼神冰冷刺骨。你若是再敢打我通知书的主意，我就去公社报案，说你买卖国家大学生名额，你看公社抓不抓你？刘翠花被我眼底的狠力震慑，脸色煞白，连连后退了几步，最终一甩袖子，骂骂咧咧地逃出了我的屋子。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冷笑一声。夺得状元的第3天，老支书做主，用村里的大队基金，在打谷场为我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升学流水席。按理说，我这个亲生女儿光耀门楣，刘翠花该是最高兴的。可今日的宴席上，她虽然穿着一件崭新的衬衫，脸上的笑容却比哭还难看。每当有乡亲上前恭维她生了个好闺女时，她捏着衣角的手都会死死攥紧。而赵小云今日竟一反常态的没有躲在屋里哭泣，而是打扮得极其肃静，乖巧地跟在刘翠花身后，帮忙端菜倒水。表妹，
今日真是风光，姐姐敬你一杯。酒过三巡，赵小云端着2个印着红双喜的搪瓷缸子走到我面前，缸子里装的是村里小卖部买来的橘子味汽水。她眼眶微红，一副委曲求全的模样。前些日子的事是姐姐一时糊涂，嫉妒你考得好，表妹大人有大量，喝了这杯汽水，千万别生姐姐的气了。我垂下眼眸，看着她递过来的那杯冒着气泡的橘子水，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冷笑。上一世她也是这般做小伏低，我念着那点微薄的血缘亲情，喝了她的水，结果当晚便人事不省。若不是我拼死咬破舌尖逃出房间，那一世我早就被邻村那个出了名的二流子赵天赐给毁了清白，只能被迫嫁给他，一辈子在农村生不如死。表姐客气了，我没有接她的缸子，而是端起自己桌上的一碗白开水，轻轻抿了一口。既然是误会，解开了便是。只是我最近胃不舒服，喝不了凉汽水，便以水代酒吧。赵小云眼底闪过一丝阴霾与焦急，但很快掩饰过去。她咬了咬牙，突然脚下一绊，身子一歪，手中的汽水精准地泼向了我的衣服。哎呀，对不起表妹，我不是故意的。赵小云惊呼一声，连忙拿出手绢要给我擦拭。趁着我低头躲避的瞬间，我清晰地看到她宽大的袖口里滑出一点白色的粉末，悄无声息地落入了我那碗白开水里。我心中冷笑，面上却装作毫无察觉，推开她的手，没事，我去换件衣服。表妹，你先把水喝了吧，压压惊，天气热，别中了暑气。赵小云殷勤地将那碗加了料的白开水端到我嘴边，我借着宽大袖子的掩护，假装仰头喝水，然后用袖子擦了擦嘴。我回屋换衣服了，表姐自便。没过多久，我刚走回自家院子，就假装头晕目眩，身形摇晃地扶住了门框。一直悄悄跟在后面的赵小云见状，眼中爆发出狂喜的光芒，她连忙跑过来扶住我，娇柔的声音里透着压抑不住的恶毒。表妹，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中暑了？快，姐姐扶你回屋歇息。她半拖半拽地将我弄进了西屋的床上，替我盖好被子，然后站在床前死死地盯着我，直到我双眼紧闭，呼吸变得均匀深沉，她才如释重负地冷笑了一声，转身快步走出了房间，还顺手拿走了挂在门后的铜锁。听着门外落锁的声音，我立刻睁开了眼睛，眼神清明，哪里有半点昏迷的样子。鱼儿要咬钩了。半个时辰后，院墙外传来一阵极其轻微的窸窣声。我悄悄翻身下床，透过窗户缝隙向外看去，只见一个贼眉鼠眼、穿着花衬衫青年正翻过低矮的土墙，鬼鬼祟祟地摸进了院子。正是邻村那个游手好闲，因为调戏妇女进过2次局子的二溜子赵天赐。你确定那大学生就在那间房里？赵天赐打了个酒嗝，淫笑着搓了搓手，对着等在院子角落里的赵小云低声问道：天赐哥，你放心吧，我亲眼看着他喝了安眠药，现在睡得跟死猪一样，你只管进去生米煮成熟饭，明天一早我就妈带人来捉奸，他名声臭了，不嫁你也得嫁。赵小云谄媚地指了指我所在的西屋，嘿嘿，京城大学的高材生啊，老子这辈子还没尝过这滋味呢。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我站在暗处，眼神冷若冰霜。这对母女为了毁掉我，竟然真的敢引狼入室。我摸出一小包自制的曼陀罗花粉，这东西在农村很常见，稍微提纯一下，就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幻觉，且方向感全无。我悄无声息地推开后窗，翻了出去，绕到了2人身后的暗处，借着夜风，我将曼陀罗花粉轻轻吹向了他们的方向。赵天赐和赵小云正低声商量着细节，毫无防备地吸入了粉末。不过几息功夫，2人的眼神就开始变得迷离，脚步也有些虚浮。我压低声音，模仿着刘翠花那带着浓重乡音的嗓门，急促地喊道：天赐啊，你怎么还在这儿磨蹭？快跟我来，那死丫头嫌西屋热，换到东屋去睡了，快去。赵天赐本就喝了酒，又中了幻觉粉末，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一听刘翠花的话，立刻2眼放光地跟着我指的方向，跌跌撞撞地朝着东屋跑了过去。而东屋正是赵小云的闺房。赵小云此刻也中了招，脑子昏昏沉沉的，只觉得浑身燥热难耐，迷迷糊糊的也跟着走回了自己的东屋。我看着赵天赐猴急地推开东屋的门，一把将同样神志不清的赵小云扑倒在炕上。房门被反锁，里面很快传来了令人作呕的喘息声和布料撕裂的声音。我冷冷地转过身，理了理衣襟，从容不迫地翻出院墙，朝着打谷场的流水席走去。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打谷场上，乡亲们正吃得热火朝天，突然邻家院子的方向传来一声极其惊恐的尖叫声，划破了夜空。不好了，来人啊，抓流氓啊！是我提前安排好的隔壁王大妈的声音。流水席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刘翠花猛地站起身，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狂喜与得逞的精光。她大声怒喝道：好大的胆子，什么流氓敢跑进我家？那是晚清的屋子，快大伙儿跟我去看看，可别让大学生出了事。老支书和几位村干部也急了，走去看看。浩浩荡荡的一群人举着火把和手电筒，气势汹汹地冲向了邻家小院。我混在人群的最后方，冷眼看着刘翠花那副迫不及待想要捉奸的嘴脸。她走得极快，生怕去晚了，错过了这场能将我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大戏。就在西屋，门还锁着，
快把门撞开！刘翠花指着西屋紧闭的房门，厉声吩咐几个壮劳力。西屋的木门被粗暴地撞开，手电筒的光柱齐刷刷地扫进去，空无一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哪里有什么流氓和大学生？这人呢？刘翠花愣住了，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就在这时，对面的东屋里传来了一阵极其高亢且不堪入耳的男女娇喘声，那声音在寂静的农家小院里显得格外刺耳。天哪，在东屋，那不是赵小云的房间吗？乡亲们瞬间炸了锅。老支书脸色铁青，怒吼一声，把东屋的门给我踹开！东屋的门被一脚踹飞，屋内的景象瞬间暴露在几十把手电筒的强光下。炕上2具白花花的身子正纠缠在一起，赵小云衣衫不整，满脸潮红，正紧紧搂着赵天赐的脖子，而赵天赐这个二溜子正忘情地在驰骋。哎呦，我的老天爷啊！几个大妈惊呼出声，连忙捂住了眼睛。刘翠花像是被人突然掐住了脖子，死死地瞪着炕上那个不着寸缕、正沉浸在欲望中的女人，整个人如遭雷击，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怎么会是你，小云？怎么会是你啊？炕上的赵小云此时也被这巨大的动静和强光惊醒，她迷茫地睁开眼，当看到床前围满了举着手电筒的乡亲，看到自己光溜溜地躺在赵天赐怀里时，她发出了一声凄厉到极点的尖叫：滚开！别看我，滚出去！赵小云拼命地扯过一床破棉被裹住自己，吓得缩在炕角瑟瑟发抖。赵天赐也被惊醒了，他揉了揉眼睛，看清面前的阵仗，不仅不慌，反而痞笑了一声，抓起一条裤子套上。刘婶，大伙儿都在啊，您这是干什么？不是您和小云商量好了，让我今晚来生米煮成熟饭的吗？说实话，您这外甥女可比镇上安昌馆里的娘们还要热情主动啊！你这个畜生，我杀了你！刘翠花气得双眼翻白，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翠花晕倒了。站在人群最后的我，此时才慢悠悠地拨开人群走了出来。我手里还端着一盘刚从席上拿的瓜子，衣衫整洁，神色清明。天哪，表姐，你怎么会和邻村的赵二溜子在房间里做出这种事？我故作震惊地捂住嘴。刚才在席上，你不是说头晕要回来歇息吗？怎么歇到男人怀里去了？所有人的目光瞬间从炕上的赵小云转移到了我身上。婉清在这儿呢。那炕上的事原来是表小姐耐不住寂寞，私会野男人啊！刚才刘翠花还一口咬定是婉清屋里进贼，这当娘的怎么连自己闺女和外甥女的房间都认错？你瞎啊！刘翠花这是故意把大家往这儿引呢，谁知道是不是想替这外甥女遮掩？结果弄巧成拙了。乡亲们的议论声如同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赵小云和昏迷的刘翠花脸上。在这个保守的80年代初，未婚男女搞这种事是要被挂破鞋游街的。赵小云死死地盯着我，眼底充满了怨毒和不可置信。是你林婉清，是你害我，你给我喝了什么？表姐这话说得好没道理。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神冰冷刺骨。你自己的房间，你自己带进来的男人，与我何干？难道是我按着你的头，让你脱衣服的吗？我转头看向早已气得浑身发抖的老支书，朗声说道：支书爷爷，赵小云德行有亏，做出此等伤风败俗的丑事，严重败坏了咱们林家沟的风气。我建议立刻上报公社保卫科，按照流氓罪处理。林婉清，你敢！赵小云疯狂地尖叫着，吓得险些晕过去。流氓罪在严打前虽然没那么致命，但也足够让他去农场蹲几年了。赵天赐一听要报保卫科，也慌了神，连忙跪在炕上磕头：支书饶命啊，是赵小云自愿的，大不了我娶她就是了。老支书用旱烟袋锅子重重地敲着门框，怒喝道：伤风败俗，不知廉耻！赵天赐，明天一早让你爹妈带着彩礼来领人，咱们村出铺的这种破事，要是敢反悔，我亲自送你们去公社保卫科。我站在满地狼藉的房间里，看着刘翠花被人手忙脚乱地抬走，看着赵小云绝望地瘫软在炕上嚎啕大哭，嘴角终于勾起了一抹畅快的笑意。捉奸局，我倒要看看这一世身败名裂、生不如死的究竟是谁。捉奸大戏落幕的第二天清晨，赵天赐的爹妈便拉着一辆破架子车停在了林家小院的门外，没有鞭炮，没有酒席，甚至连件红衣裳都没有。赵小云就像个破麻袋一样，被刘翠花哭天抢地地塞上了架子车，拉去了邻村。刘翠花醒来后得知此事，跑到我的屋里又砸又骂，指责我心狠手辣，毁了她最心疼的侄女。我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你若是再闹，我不介意把赵天赐供出你们买通他来毁我清白的事，去公社保卫科立个案，看看这教唆强奸的罪名你担不担得起。刘翠花瞬间噤了声，脸色煞白的灰溜溜回了房。然而我知道，以赵小云那条毒蛇般的性子，绝不会在二溜子家安分守己。果然，仅仅过了半个月，麻烦便再次找上门了。而这一次，他盯上的是我准备寄给省城物理期刊的那篇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学术论文《80年代初的农村》。日子过得慢，但流言蜚语传得比风还快。赵小云被一辆破架子车拉进邻村赵天赐家后，日子过得可谓是水深火热。赵天赐本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二溜子，
家里穷得叮当响。赵小云不仅要包揽全部的农活和家务，稍有不顺从，还要挨赵天赐的拳脚。我那好母亲刘翠花隔三差五就偷偷抹着眼泪去送点棒子面，回来后便在院子里指桑骂槐，咒骂我这个冷血的白眼狼。我充耳不闻，一心扑在书桌前。除了准备去京城大学的行李，我还在熬夜撰写一篇物理学论文，关于半导体材料在微电子领域的初步构想。在那个科学技术刚刚迎来春天的年代，这篇融合了我前世几十年见识的论文，一旦发表在省级核心期刊上，绝对能引起学术界的轰动。这也是我为自己进入京城大学物理系准备的敲门砖。这天傍晚，我故意将写了一半的草稿纸散落在书桌上，锁上房门，借口去大队部打电话，离开了家。我刚走没多久，躲在灶屋里的刘翠花便探出了头。她左右张望了一下，从兜里摸出一根铁丝，熟练地捅开了我西屋的挂锁。半个时辰后，当我回到家时，书桌上的草稿纸已经被翻动过了，最上面那本用牛皮纸订好的半导体论文初稿不翼而飞。我看着空荡荡的桌面，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家里的老鼠终于把朵儿叼走了。昨天我安插在邻村的眼线隔壁村收破烂的王大爷告诉我，赵小云受不了赵天赐的毒打，偷偷跑去了县城，搭上了县机械厂厂长的儿子王磊。王磊是个出了名的草包，但仗着家里有钱有势，一直想弄个工农兵推荐或者学术特招的名额去上大学。他向赵小云许诺，只要赵小云能把我那篇传闻中连省城教授都夸赞的物理论文偷来给他署名，他就动用关系把赵小云弄进城里的纺织厂当正式工，彻底摆脱那个二流子。赵小云为了进城，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转头就找上了刘翠花这个内应。刘翠花以为他偷走的是我平步青云的阶梯，却不知道那是我花了整整3个晚上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催命符。那本草稿里记载的物理公式确实精妙绝伦，但我在最核心的结论部分极其隐蔽地夹带了私货，我用晦涩的学术语言抄写了一段极其严重的盲目崇拜资本主义自由化，全盘否定我国现有工业体制的反动言论。在1980年那个思想刚刚解放，但政治红线依然极其严格的年代，敢在公开场合宣扬这种言论，那就是妥妥的反动分子，是要蹲大牢的。想踩着我的心血去上大学。我冷笑一声，从床底的暗格里抽出那本真正的已经完稿的纯学术论文，小心翼翼地装进书包。那我就送你们去吃免费的牢饭。几天后，县教育局在县大礼堂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全县优秀青年科技表彰大会。这场大会不仅汇聚了全县的教育骨干，更重要的是，省里派了督导组下来旁听，而督导组的带队人正是沈燕。我作为全县的高考状元，自然被邀请坐在了前排。大会进行到一半，县教育局局长满面红光地走上台：“同志们，今天我们县涌现出了一位不可多得的青年物理天才，机械厂的王磊同志，凭借其独立撰写的半导体物理新构想，获得了省物理学会的高度赞扬。现在有请王磊同志上台宣读他的论文成果，并接受县里的特招保送推荐信。”台下掌声雷动。王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得意洋洋地走上主席台，他手里拿着的正是刘翠花从我桌上偷走的那本牛皮纸草稿。王磊站在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开始照本宣科地念了起来。前面大段的物理公式和半导体理论，他念得磕磕巴巴，显然根本不懂其中的含义。但台下的领导们却听得频频点头，惊叹于这篇论文的专业深度。我坐在台下，冷眼看着台上那个小偷，余光瞥向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沈燕。沈燕眉头微皱，以她的物理学造诣，自然听得出这篇论文的价值，但她看向王磊的眼神中却充满了审视与怀疑。综上所述，王磊终于念到了论文的最后一段。他为了表现自己的慷慨激昂，特意拔高了嗓音：我国目前的半导体工业体制僵化，必须全盘引入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彻底废除现有的公有制工业基础，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的土壤，才能孕育出真正的科技。此言一出，原本安静的大礼堂瞬间死一般寂静。县教育局局长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台下的领导们脸色骤变，有几个老干部甚至气得直接站了起来，浑身发抖。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全盘否定公有制，盲目崇拜资本主义，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反动言论。王磊显然还没反应过来，他不过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根本不懂这段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意味着什么。他还以为是自己的演讲太震撼，镇住了全场，正准备咧嘴笑，第一排的沈燕豁然起身，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周身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肃杀之气。他居高临下地指着台上的王磊，声音如同淬了冰的利刃，响彻整个大礼堂。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全县表彰大会上公然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攻击国家根本制度。执法同志在哪里？几名负责安保的执法者立刻冲上前，把这个散布反动言论的现行反动分子拿下，立刻带回局里严加审讯。沈燕冷酷的一挥手，冰冷的手铐瞬间锁住了王磊的手腕。王磊这才如梦初醒，吓得魂飞魄散。他跪在台上，疯狂地挣扎嚎哭：沈干事饶命啊！领导明鉴，我冤枉啊！我绝对拥护国家，这论文不是我写的啊！沈燕冷笑一声，缓步走上台阶，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不是你写的，
那是从何而来？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是你独立撰写的吗？王磊为了活命，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面子和承诺，像倒豆子一样全盘托出，是赵小云，是林家沟的那个赵小云卖给我的。他说这是他那个状元表妹写的废稿，我一时鬼迷心窍才拿来用的。沈干事，我真的不知道那段话有问题啊！全场再次哗然。赵小云不就是前阵子在村里出事，被逼着嫁给二溜子的那个女人吗？原来是他偷了状元郎的论文去卖钱，结果偷了个催命符，真是恶毒又愚蠢，这下连命都要搭进去了。沈燕目光微转，穿过人群，精准地落在了我的身上。我坦然地迎上他的目光，站起身，缓步走到台前，对着几位领导和沈燕微微鞠了一躬。各位领导，沈干事明鉴，这本草稿确实是我早年随手写下的废案，正因为当时思想不成熟，写下了一些极其错误的言论，我深感惶恐，便将其锁在抽屉深处准备销毁，谁知竟被家里的内贼撬锁偷走，还卖给了王磊同志。幸得沈干事今日明察秋毫，否则这等毒草流传出去，我林婉清也是百口莫辩了。我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既撇清了自己，又坐实了赵小云和王磊偷窃、传播反动言论的死罪。沈燕看着我，眼底极快地闪过一丝赞赏的笑意，但面上依然冷峻如铁。既然是偷盗并传播反动言论，罪加一等。来人，立刻去林家沟和邻村，把涉案的赵小云一并捉拿归案。王磊哭爹喊娘的被执法者拖走了。一场原本属于草包的表彰大会，转眼间变成了抓捕现行反动的现场。大礼堂内惊魂未定，县教育局局长擦着额头上的冷汗，颤巍巍地叹了口气：作孽啊，林婉清同志，让你受委屈了。局长言重了。我转过身，从书包里拿出那份真正的厚达几十页的半导体材料在微电子领域的初步构想完稿，双手递了上去。那份废稿不提也罢，这才是学生这半年来真正呕心沥血完成的纯学术探讨，没有任何政治杂音，只有对我国未来微电子工业的科学展望。请各位领导和沈干事批评指正。沈燕接过那份厚厚的论文，翻开第一页，只看了几行，深邃的眼眸便猛地亮了起来。他越往后翻，神色越是激动，甚至连拿纸的手指都有些微微颤动。好一个微电子构想！沈燕猛地合上论文，目光看向我：林婉清同志，你这篇论文里的数据和推演远超目前国内大学的本科水平，我这就将它加急寄往京城大学物理研究所，你绝对是我国物理界未来的希望。台下众人听得目瞪口呆，随后爆发出了比刚才还要热烈10倍的雷鸣般的掌声。今日过后，王磊彻底完了，他那当厂长的爹也得受牵连被撤职审查，而赵小云也将在看守所的铁窗里等待着属于他的严厉审判。而我林婉清终于用真正的实力堂堂正正地站到了80年代学术舞台的聚光灯下。只是这场戏还没有完全落幕，那个为了侄女不惜撬锁偷窃，甚至想要置亲生女儿于死地的好母亲，她的报应也该到了。王磊和赵小云因偷窃并传播反动言论被县公社保卫科连夜批捕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半日内便传遍了10里8乡。我的那篇半导体材料在微电子领域的初步构想则被沈燕加急送往了京城，不仅引起了物理学界的轰动，更让我这个还没入学的准大学生提前拿到了京城大学物理研究所的重点培养名额。而林家沟的土坯房里却如同笼罩在一层化不开的阴云之中。母亲刘翠花疯了，自从得知赵小云成了阶下囚，不仅要被判重刑，甚至可能因为撞上即将到来的风口而吃枪子儿，他整日里在院子里又哭又闹，甚至几次想要冲去县公社保卫科，都被村里的村民死死拦住。我知道，以他那偏执到极点的性子，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他最心疼的侄女去死。果然，没过2日，隔壁王大妈便偷偷塞给我一个消息：刘翠花昨天翻箱倒柜，拿走了压在柜底的林家宅基地房契，还偷偷摸摸去了趟镇上的黑市，找那个专治偏门的赤脚医生买了包药粉。宅基地房契是林家最值钱的家当，他想卖了祖产去县里上下打点，捞赵小云出来。而那包药粉，王大妈说那是黑市上专门用来药狗的违禁精神类药物，人若是吃了一点，轻则变成哑巴，重则烧坏脑子，变成个只会流口水的痴呆。看着桌上那张京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闭了闭眼，心底最后一丝对血脉亲情的期冀也随之彻底化为灰烬。他偷房契是为了筹钱，他买毒药是为了毁了我的脑子，因为他知道如今的我风头正盛，又被省里来的沈干事看中，只要我成了个傻子，他便能以生母的身份拿捏我，逼着沈燕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赵小云。虎毒尚且不食子，可我的亲生母亲为了一个外人竟然要害我。既然他费尽心机为我准备了补药，我若是不配合他演完这场戏，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番慈母心肠？算算日子，在外省当了多年工程兵的父亲林建国，今天也该复员回乡了。这天傍晚，我特意早早坐在堂屋的八仙桌前，借着昏黄的灯泡整理去京城的行囊。不多时，刘翠花便端着一个印着牡丹花的粗瓷大碗走了进来，脸上堆满了虚伪的笑意。婉清啊，妈想通了，你考上状元是林家的福气，妈给你握了2个红糖荷包蛋，补补身子，马上要去京城了，快趁热吃吧。我抬起头，余光瞥见他那双常年劳作的粗糙双手正微微发抖，
眼神中透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热与焦灼。妈有心了，我放下手里的书本，伸手接过那个粗瓷大碗，红糖水的甜腻中混杂着一丝极淡的苦涩意味。我端起大碗，做事要往嘴边送。刘翠花激动得浑身发抖，双手死死地抠着围裙，仿佛已经看到了我喝下毒药后口吐白沫、神志不清的惨状。就在碗沿即将碰到嘴唇的那一刻，我手腕猛地一翻，粗瓷大碗在地上摔得粉碎，滚烫的红糖水溅了一地。院子里那条饿极了的大黄狗凑过来舔了2口地上的糖水，没过10几秒，大黄狗突然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翻了白眼。哎呀，你这死丫头怎么这么不小心？刘翠花吓了一跳，但当她看到大黄狗的惨状时，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怎么回事？就在刘翠花准备大声咒骂掩饰心虚时，一道威严且饱含怒火的暴喝声从院门外传来。风尘仆仆的父亲林建国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山服，大步跨入堂屋。他常年在工程部队风吹日晒，脸色黝黑，此刻却铁青的吓人，双目喷火地盯着刘翠花。建国，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刘翠花看到父亲，吓得连连后退，脸上的嚣张瞬间化为惊恐。我若是不回来，这林家的祖产怕是要被你这个毒妇给卖光了，我的亲生女儿也要被你给毒成傻子了。父亲大步上前，反手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甩在刘翠花脸上。刘翠花被打得一个踉跄，跌坐在地，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父亲。建国，你打我，是这个死丫头自己不小心打翻了碗，不小心？那你看看这狗是怎么回事？父亲气急反笑，一把揪住刘翠花的衣领，从她的裤兜里硬生生掏出那张被揉皱的宅基地房契，狠狠地砸在她脸上。那这个呢？你趁我不在，偷拿家里的房契去黑市找人倒卖。若不是我今天在镇上刚好撞见那个倒爷，我林家连个落脚的窝都没了。你拿这么多钱干什么？去救那个偷机密、传播反动言论的赵小云吗？刘翠花看着地上的房契，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浑身瘫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缓步走到父亲身边，将刚才从大黄狗嘴边扫起来的一点残留药粉，以及隔壁王大妈作证她去黑市买药的话一并说了出来。爸，不仅如此，我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却字字诛心。发榜那天，妈为了让表姐顶替我的状元名额，当着全村和省招生办干部的面撕我衣服，做伪证说我考场作弊。后来表姐偷我的物理论文去卖钱，也是妈撬开我的抽屉偷出去的。如今她为了逼我去求省干事捞表姐出狱，竟买来毒药，要毁了亲生女儿的脑子。我直直地看着瘫在地上的刘翠花，眼底满是冰冷的嘲弄。妈，我究竟是不是您10月怀胎生下来的亲骨肉？为了一个外人，您就要将我赶尽杀绝？父亲听完我的话，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刘翠花的手指都在哆嗦。毒妇，你这个毒妇！我林建国当了半辈子兵，光明磊落，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丧心病狂的蠢货？建国，我错了。刘翠花终于意识到了大祸临头，她连滚带爬地抱住父亲的腿，嚎啕大哭。我只是一时糊涂啊，小云是我亲姐姐唯一的血脉，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吃枪子儿啊！你原谅我这一次吧。原谅你？你试图毒害亲女，变卖祖产，桩桩件件，哪一件够我原谅你？父亲一脚将她踹开，转身从帆布包里掏出纸笔，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一份离婚协议书，按手印，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出林家。从今往后，你与我林建国与婉清再无半点瓜葛。明天一早，我就拿着这碗毒药去保卫科报案。父亲将协议书砸在刘翠花脸上，声音冷酷绝情：不要啊，婉清，你帮妈求求情啊，我是你亲娘啊！刘翠花绝望地捡起协议书，转头扑向我，死死地抓住我的裤腿。我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曾经让我渴望亲情，又让我痛彻心扉的女人，缓缓俯下身，一根一根地掰开她的手指。当您在全村人面前做伪证要置我于死地时，当您将毒药下在红糖水里时，您可曾想过，我是您的亲生女儿？我站直身体，眼神如同看一个死人。父亲喊来隔壁的本家叔伯，如狼似虎地冲上来，将拼命挣扎的刘翠花强行拖出了院子，连夜送回了她娘家。堂屋里终于安静了下来，父亲疲惫地闭上眼，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他转头看向我，眼中满是愧疚。婉清，是爸常年不在家，让你受苦了。爸，都过去了，毒瘤已除，咱们家以后只会越来越好。我扶住父亲，轻声安慰。我转头看向门外深邃的夜色，刘翠花因为投毒未遂，第2天就被保卫科带走调查，最终被送进了劳改农场。前世的仇终于报了。然而我知道，真正的巅峰还在前面等着我。9月初，秋高气爽，县火车站的站台上人声鼎沸，到处都是扛着蛇皮袋、提着网兜准备外出打工或求学的人。我背着军绿色的帆布包，手里攥着那张通往京城的硬座车票。沈燕挺拔的身姿在人群中格外惹眼，她不仅是来送我的，更是受省里委托，亲自护送我这个重点保护对象去京城大学物理研究所报道。去了京城，一切有我。沈燕接过我手里沉重的行李，深邃的眼眸里透着让人安心的暖意。绿皮火车发出一声长鸣，准备进站。就在人群涌向检票口的那一刻，我敏锐地察觉到一股冰冷的杀意。一个裹着灰头巾、挎着破竹篮卖煮玉米的村妇正低着头
逆着人流，犹如一条毒蛇般悄无声息地向我靠近。就在他距离我不到2米时，一阵穿堂风吹落了他的头巾，那是一张布满疯狂与怨毒的脸，是赵小云。他竟然趁着改造所转运嫌犯的空隙，打伤执法者越狱了。林婉清，你去死吧，把我的大学还给我！赵小云发出如同野兽般凄厉的嘶吼，猛地掀开竹篮上的破布，从里面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杀猪刀，不顾一切地朝我跑来。婉清小心！沈燕大喝一声，扔下行李就要冲过来，但距离太近，人群太密，根本来不及。千钧一发之际，我没有丝毫慌乱，前世无数个日夜的物理学公式在脑海中飞速闪过。我猛地一咬牙，腰部发力，双手死死抡起手中那个装满厚重书籍的帆布挎包，借着身体旋转的离心力，帆布包犹如一个重型流星锤，带着呼啸的风声，精准而狠辣地砸在了赵小云握刀的手腕上，杀猪刀脱手飞出，当啷落地。赵小云惨叫一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顺势抓住他的胳膊，借力打力，一个利落的过肩摔，将他狠狠地砸在了站台坚硬的水泥地上。赵小云重重落地，喉头涌出一口鲜血，再也动弹不得。几乎是同一瞬间，沈燕犹如一头暴怒的猎豹般扑上前，一脚踩住了赵小云的后背，反剪了他的双手。几名执法者也闻声赶来，迅速掏出手铐将他死死锁住。赵小云像一条死狗一样被按在地上，披头散发，他死死地瞪着我，眼中满是不甘和绝望。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用尽最后一条命换来的刺杀，竟然被我用一个装书的帆布包轻而易举地破了。带走，越狱杀人，这次神仙也救不了你！程警厉声喝道。在经过我身边时，我冷冷地俯视着他，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轻声说道：表姐，黄泉路冷，这次你可真要一个人走了。至于京城大学，你下辈子也配不上。赵小云浑身剧烈地抽搐了一下，眼中终于流下了绝望的血泪，被彻底拖出了我的视线。站台上的混乱很快被平息，沈燕捡起地上的帆布包，拍了拍灰尘，递到我手里。她看着我，眼底满是赞赏与后怕，嘴角却勾起一抹骄傲的笑意。好一个林婉清，不仅物理学得好，身手也不错。我强忍着剧烈跳动的心脏，迎着初秋灿烂的阳光，灿然一笑。沈干事过奖了，知识就是力量啊！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绿皮火车缓缓驶入宏伟的京城火车站。走下站台的那一刻，看着眼前宽阔的柏油马路，穿梭的无轨电车，以及人们身上虽然朴素却透着精气神的状态，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初秋微凉的空气。京城，我终于来了，发什么呆呢？林状元。沈燕提着我的2个大帆布包走到我身边，冷峻的眉眼在京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柔和。走吧，外面有不里的吉普车在等，我先送你去京城大学报到。坐上那辆绿色的北京吉普，穿过繁华的街道，我的心跳抑制不住的加快。前世我被污蔑作弊，沉尸河底，连县城都没走出去过。今生我堂堂正正地拿着录取通知书，踏入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大门。80年代初的京城大学，处处透着一股百废待兴、朝气蓬勃的力量。校园里到处戴着厚底眼镜、步履匆匆的学子，未名湖畔的柳树下，随处可见捧着外语书和专业课本苦读的年轻人。在这个知识就是力量的年代，每个人都在拼命汲取养分。沈燕帮我办妥了入学手续，将我送到女生宿舍楼下。物理研究所那边我已经替你打过招呼了，大1的基础课对你来说不难。陈老教授看了你的论文，特批你每周可以去研究所的实验室旁听并参与基础数据测试。沈燕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递给我，这是给你的入学礼物。婉清，在这个最广阔的舞台上尽情发光吧。我接过笔记本，指尖不经意间触碰到他温热的手背，脸颊微微一烫。谢谢你，沈燕。大学的生活紧张而充实，我深知自己虽然带着前世的见识，但基础的推导和实验操作还需要在这个年代的设备上重新磨合。于是我成了物理系最拼命的人，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泡在图书馆和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京城大学卧虎藏龙，物理系更是天之骄子聚集的地方。我一个从偏远农村来的女学生，不仅一来就拿到了去研究所旁听的特权，还经常被沈燕这个年轻有为的部委干事接送，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眼红。同班的一个女生叫苏娜，父母都是京城的干部，从小家境优渥，心高气傲。她一直自诩是物理系的惜花家才女，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抢了风头极为不满。这天下午，在陈老教授的半导体材料公开课上，陈老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道当时国际上前沿的晶体管电路计算难题，微笑着看向台下。这道题是目前西方正在攻克的一个小难点，咱们系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上来试着解一解？阶梯教室里鸦雀无声，许多男生都皱着眉头在草稿纸上疯狂演算，却毫无头绪。苏娜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陈教授，咱们班的林婉清同学可是省高考状元，听说还写出了京动研究所的论文，想必这道题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吧？不如让他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他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挑衅和捧杀。周围的同学纷纷转头看向我，窃窃私语，听说他那篇论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农村来的，基础肯定不扎实，这下要出洋相了。陈老教授微微皱眉，
刚想开口替我解围，我却已经平静地站起身，拿起了桌上的粉笔，径直走上了讲台。既然苏娜同学这么期待，那我就献丑了。我站在黑板前，深吸了一口气。这道题在80年代确实是前沿难题，但在我前世的记忆里，这不过是半导体发展史上一个已经被完美解决的基础公式推导。我没有丝毫犹豫，手中的粉笔在黑板上飞速游走，伴随着粉笔敲击声，一行行严密的逻辑推导，一个个精准的数据代入，如同行云流水般倾泻而出。不到5分钟，我写下了最终的答案，并顺手在旁边画出了一个优化后的电路结构草图。陈教授，这就是我的解法，不仅算出了结果，如果按照这个结构改进，还能将晶体管的能耗降低5%。我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转头看向台下，整个阶梯教室死一般的寂静。陈老教授猛地站起身，快步走到黑板前，戴上老花镜，激动的连手指都在颤抖。对，就是这个思路，化繁为简，妙啊！林婉清同学，你这个优化草图简直是天才般的构想。台下的同学们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后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那些原本带着偏见和怀疑的目光，瞬间变成了纯粹的敬佩与仰望。苏娜的脸涨得通红，死死咬着嘴唇，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从那以后，物理系再也没有人敢拿我的出身说事，我用绝对的实力在京城大学彻底站稳了脚跟。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大一的寒假。这天周末，沈燕骑着28大杠自行车来学校接我，她带我去了前门吃了一顿正宗的全聚德烤鸭。随后两人推着车漫步在什刹海结冰的湖畔。晚清有封老家的信寄到了我单位，沈燕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是你父亲写来的。我微微一愣，接过信拆开，信纸上父亲那刚劲有力的字迹映入眼帘。信里说，老家的事情都已经彻底尘埃落定了。赵小云因为在火车站持刀行凶，越狱杀人未遂，数罪并罚，被从重判处了死刑。行刑那天是在县里的体育场开的公审大会，10里8乡的人都去看了。听说他临死前吓得尿了裤子，哭喊着说自己才是状元，最后在群众的唾骂声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而我的好母亲刘翠花，因为投毒未遂和包庇罪，被判了10年劳动改造。在劳改农场里，她受不了繁重的体力活和精神上的打击，彻底疯了，整天抱着一个破扫帚，逢人就喊那是她上大学的侄女。农场看她疯得厉害，只能把她关在单独的屋子里，每天靠吃残羹冷炙苟活。至于那个偷论文的王磊和他当厂长的爹，也因为严重的政治错误和贪污腐败，被双双革职查办，判了重刑。都结束了。我合上信纸，长长的吐出一口白气，仿佛将前世今生所有的怨气都吐了个干净。是啊，都结束了。沈燕停下脚步，转过身，深邃的眼眸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着深情的光芒。她忽然伸手，轻轻将我被风吹乱的鬓发拨到耳后。晚清，旧的时代已经翻篇，你这颗微电子领域的新星，也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拥有属于自己的家了。沈燕的声音低沉而充满磁性。等你在京城大学毕业，我们结婚好吗？我看着眼前这个从我重生第一天起就一路默默守护，与我并肩作战的男人，在这个保守却又充满希望的80年代，他的承诺比任何山盟海誓都要沉甸甸。我迎着他灼热的目光，嘴角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重重地点了点头，说了一句：